并不需要我动手，只有你们联合起来，拼尽全力携手作战，才能真正懂得临时工是一个集体。宝儿姐，必须是他们背你，只有这样，危险才会离你越来越远。任何时刻都不要动摇。小心他手中的砂石！这大吞兽在吸收并存储焚宝身上的气。斗吞兽的容量快到极限了，这个世上超越常识的，看来并不是只有我一人。这孽畜怕了！停下！会输吗？输给这些人？姐姐，敌人好厉害，每一个都是，每一个都让人头疼。他们这些疯子都是从哪儿找到的？为什么能力可以这么强？你竟然没死，让你失望了。我装上的是我战友的心脏，比正常的偏了一点。你扎草为止了。你的神机百炼很强，你的法器很强，我们的血肉之躯很弱，但我们的经历给了我们强大的力量，强大到可以打败你的力量。马村长，这是你无法拥有的。那你们都去死吧！大家一起上！
回事？难道这家伙有新的护身法器？别再攻击他了。你们攻击到的并不是他的护身法器，那是时间流失错位所产生的缝隙。老王，跟我说句实话，公司要马先红死吗？不晓得，但我们被交代尽量带活的回去。好吧，这就够了。我帮你们处理掉他的法器，你们对他下手有点分寸就行。我不想看到任何一方出现伤亡。咱俩有个共同的毛病，都想要去改变别人的命运。我上一次这么做的时候，差点失去一个最好的朋友。老秦说的对，我没这个资格。但明知马村长你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混乱，难道也不阻止吗？如果一定要我做个选择的话，改变你命运所引发的所有后果，我担了。你们刚刚对马先红的攻击，是受到了乱金拓的影响。乱金拓是封后邪门中控制时间的法门，或者说，是控制事物变化速度的法术更准确。它能够把目标移动到其他运行速度的时空里。虽然看上去还在眼前，但实际上碰触到的只有时空错位所产生的缝隙。对于这个缝隙施加的任何力，都只会原封不动地返还给施加者。想要影响到另一个时间节奏里的目标，也不是不行。要额外对自己的身体施加另一道法术。自身放慢50倍，鬼影流。以燃烧生命为代价，提升身体机能效率到正常的5倍，应该足够了吧？再多，我的身体就要承受不住了。厉害，连这些见多识广、实力强横的家伙，也已经被镇住了。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明明动作比陈亮的老大爷还要慢上很多倍。或许正是因为那诡异的慢速，才更能清楚地体会到拳头上所蕴含的力量。乱金拓，鬼影体，接！
王马，够了，胜负已分，跟我们回公司吧。你的修身炉太危险了，会威胁到整个异人界的安定，我们必须阻止你，收手吧。我需要我的修身炉，我要用炉子找回我的记忆，我要用它帮助所有像陈朵一样的人，我要让他们重新掌控自己的命运，而这一切，全都让你们给毁了。张楚岚，有本事现在你们就把我杀了，否则我绝不妥协。何必呢，马村长？你有你的坚持，我们都能理解。你对陈朵的好，我们也都非常的感激。在场所有的人，不得不承认，神机百炼确实厉害呢哇！我们也相信你有能力坚持下去，但是有必要呢？无非就是大家再费些力气，你再多吃一些苦头呢嘛，也就是个这。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制造这么多转化艺人，后果不堪设想的哇？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去公司你怕呢？怕？你们还没认清公司吗？好，那我就去会会公司那帮高高在上的家伙。啊！张楚岚，把这些珠子都清点清楚了，回头还得上交呢。啊，多少钱？珠子。珠子。4个，就4个。管哥拿到了。你不做这个炉子，我不会和你作对，也不介意交你这个朋友。不做这个炉子，这些人要是针对村子，可能我还会站在你这边。马先红，不管你怎么看我吧，临走前我还是要送你一句话：在你的生命中，有个人对你的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一生，离他远点。老王，神棍那股劲儿又上来了。老张，那天，你、我、老青，在内景中，你问了件事儿。张楚岚，你问了什么？差点把咱们3个都害惨了。
事关冯宝宝吧？我刚才说的话，也适用于你。走了。哎呀，这一次真是身体被掏空啊！我下山得找张大床，好好睡它2天喽。在你的生命中，有个人对你的影响很大。我是受人之托，一个我无法拒绝的人。公司负责接收的先头队伍马上到了，马村长，咱们也得出发了，还得让你受点委屈，能理解吧？你们要搞清楚，我之所以让你们这么做，是因为我愿意。我想帮你们拿回自己的人生，你们却选择继续活在操控之中。你们帮公司杀死了陈朵，记住，陈朵死了。你们也死了。接下这个任务时，我最关心的是宝儿姐的安危。我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次集结会给宝儿姐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宝宝也很有可能失去特派队员身份的庇护。光是这次任务平安过关还不够，宝儿姐的身世秘密仍有暴露的危险。直到老孟现身，才让我看到一丝转机。老孟对陈朵的态度，你们先别伤害他，让我先去劝劝他。听老孟，这个命令其实留有余地，我们想办法抓活他。我也没意见，抓活的呗。以及你们同意以活捉为前提的表态，其中所流露出来的东西，我认为是有可能成为我成功的关键。必须承认，不光实力，从各方面来看，你们都很老马。但除了老孟，其他人对陈朵都没有深层思考的必要。你们只是把陈朵当作一个猎物，一次任务。而我此时已经不能再忽视陈朵了。如何处理她，是能否让宝儿姐和这些临时工成为真正朋友的核心。还好，我交了2个天大的好运。第一个好运，如果当时陈朵还在为自己的命运纠结，那我会很棘手。但是，陈朵早已做出了选择。当她带着那个项圈去见廖忠时，就已经做出了选择。接下来，
就是我的选择。是把陈朵推向老马，还是退出这场战斗？结论很明显，被杀、被捉，都对陈朵没有半点好处。你们也只会毫无负担地完成任务。你们很厉害，比我厉害得多。既然这样，就请你们帮我多承担一些吧。我希望你们和宝儿姐完全站在一起。为了宝儿姐，我必须把你们从高高在上的狩猎者位置拉下来，必须让你们看清陈朵的处境，就是你们的处境，并且感同身受地理解陈朵的选择。我做好选择了。其实我还走了第二个好运。算了，反正我已经完成了收割。我并不担心你们察觉到我在背后的算盘，因为你们看不透我想要的，而这恰恰是你们愿意付出的。我想收割的，就是你们放大后的同情，不是怜悯，不是那种自上而下高高在上的东西，必须是同情，兔死狐悲的同情。如果让你们放手一战，胜者的感情可能会变质为怜悯。这不行，同情的前提是在对方身上找到共同点。当你们已经对陈朵产生足够的同情时，收割的时机到了。收割他的人并不是我，是宝儿姐。把任务分成2个层面去对待，感性的施以同情，理性的判断利害。在行动的第1天，我就问过宝儿姐。宝儿姐，我记得徐四说过，你不会撒谎。如果给你一个设计好的谎言，你也会把它当真的来做，是不是？没问题嘞。宝儿姐当然会扮演和你们一样施以同情的角色，但指望着碧游村这短短的时间内，你们能够自然地达成深刻共识，我还没那么天真。所以，我选择扮演理性的角色，从路北特派队员里抽离了出来。也许在平时，你们都是这个世界中的异类，但是在这个小团体里，玩世不恭、率性的、对陈朵抱有同情的你们，才是大多数。那就这样好了，你们来排挤我，那个庸俗的、被条条框框的规则所束缚，那个瞻前顾后、时刻计算着利害得失的我，才是这个团体中的异类。我们自己的问题，就由我们自己去解决。所以，请你不要再干涉了。通过剔除我这个异类，你们才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彼此间的共性。这样，大家对陈朵的同情才会更加有效地被复制到宝儿姐身上。这，也就是这次任务真正的收获。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好。我不知道宝儿姐与公司的这种关系还能持续多久，我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有一天你和公司决裂，成为公司的敌人，那公司最有可能用来对付你的力量，就是这群人。宝儿姐，我很弱，我只是一个小角色，没有横扫天下的力量，也没有运筹帷幄的智慧，所以我只能勤奋一点，只能把所有注意到的那些不确定因素尽可能的往有利于你的方向去推，哪怕是靠近一点点也好。至于你们，我不指望最坏的那一刻来临时，你们能为宝儿姐与公司决裂，甚至倒戈一击。你们一起扛过枪，一起受过伤，我只盼那一刻到来的时候，你们脑子里都给我牢牢地回忆起那天。陈朵，走好。虽然不方便参加这场践行，但就当我送你的礼物吧，希望你喜欢。至于我嘛，随便吧。
我用不着你们接受，也用不着你们喜欢。你们喜欢宝儿姐就够了。这个裘让，可是马先红最忠实的追随者呀，一点隐瞒的意思都没有啊！一上从宽凳就大大方方承认他掌握了神机百炼。既然这样，那就不能让他出去了。时间差不多了，临时工们到齐了，接下来他们就该上从宽凳了。从宽凳，什么东西啊？从宽凳是总部用来测谎的装置，上了那个凳子，就相当于把你们的一切都向总部敞开，一丝一毫都无法隐瞒。换句话说，你们的所有秘密都将不复存在，就连宝宝的秘密也很有可能会暴露。那我为宝儿姐所做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现在逃还来得及吗？逃是逃不了了，所以，我准备了一份指南，宝宝，你仔细看一下，把这些回答都记在脑子里。上了凳子之后，要把它当真话一样说出来。我有多长时间啊？最多15分钟，所以要抓紧了。对了，舒兰，碧欧村的行动你做得非常好，但有些事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因为你也要上从宽凳。三哥，能不能帮我查一个人的资料？谁的资料？坐吧。这个是路北区临时工助理张楚岚，从他入手，或许会有突破。我来吧。那我们直接开始了，回答我们，陈朵到底是怎么死的？领导，报告里都写清楚了呀，你们没收到？剿灭碧欧村的过程中，陈朵拒不就范，再度潜逃，我们一路追捕，最后陈朵死于自身毒发。你现在是在从宽凳上，不说真话是过不了关的。这就是陈朵死亡的全部真相。本次行动过程中，特派队员之间出现了分歧，行动并不团结。我是很懦弱，我保护不了陈朵。在这个陈朵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逼问我这些问题，你们这些公司的高层真是残忍的吗？他们对陈朵的处理，我试图阻止过，但是没有成功，责任不在我。陈朵只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啊，她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我这一生
没有过什么坚持，但是在陈朵这件事上，我认为我做了该做的。送走陈朵的人是他们，对，是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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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问题，你告诉我们，对马先红这个人你怎么看？手段很高，是条汉子，和那几个特派队员一样，挺对我胃口的。马先红啊，人不错，不过比起他，总部更在意的人是我们，不是吗？我这个人笨，看人这种事，我做不来。他是个病人，可区别在于，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我很欣赏他是条汉子，但他的思想走了错误的方向，现在的结局是应得的。对于总部的不信任，我可以理解，毕竟我们的身份很隐秘。不过我相信，我们这次履行了正确的使命，可以让你们刮目相看。马村长跟我一样，是真心实意保护陈朵的吗？而这样的人，比我这种病人更加危险。坦白说，经历过这次任务，我终于感受到了什么是正念之力。在围攻他的时候，我选择了不出手。马先红这个人，狂妄偏执，所图者太大，要么毁了自己，要么毁了这个世界。我觉得公司对他的处理恰如其分，就算公司不处理他，我也要把他废了。这种人就应该抓起来。我觉得公司做得对。张楚岚，你现在只剩下一次亮红灯的机会了。领导，我这不是还没说完吗？我觉得碧游村和陈朵的事情都处理完了，但是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去公司的路很长吧？在我们村经常会有傀儡戏的表演，我每次看戏的时候，总是控制不住流眼泪，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那些傀儡让我想起我姐姐家有一幅古画，叫《骷髅欢喜图》。我一直也看不懂这幅画，但我现在懂了。画里是一个黄昏，一个孩子跟着妈妈来到村外，看一场傀儡戏表演。表演很简单，就是一个被丝线提着的小木偶在跳着舞。看戏的孩子完全被吸引住了，他朝着那个小木偶爬了过去，越爬越近，他兴奋得不得了。直到他看见那个小木偶的脸，他吓了一跳。那根本不是什么小木偶，那是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小骷髅。他再往上看，提着那个小骷髅的是一个更大的骷髅。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是那个看戏的孩子，是个旁观者，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操控。但我发现我错了，我也身处在这个操控与被操控的游戏之中。我是那个被丝线提着的骷髅傀儡。所以我想要奋力挣脱，斩断丝线。但我最终发现，我以为的挣脱，只是落入了新一轮的操控之中。就像那个大骷髅背后还有一双手，在用看不见的提醒暗中操控着一切。在你的生命中，有个人对你的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一生，离他远点。如果一个连记忆都被篡改过的人，还有什么资格谈掌控秘密呢？那你们猜猜，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我就知道你会来的，姐姐。那就这样吧。晚点再联系，光说。邢官说什么了？他说这几天联系不上我们，很担心。二是他说他这一趟有重大突破，回头他发到群里面让我们消化一下，他也消化一下我们说的。三是他给我们带来了礼物。礼物？什么礼物？那他没说，但是
神棍带来的礼物应该非同凡响吧？非同凡响，但愿吧。哎，对了，之前我跟113都要留下来陪红纱，你为什么冲我使眼色啊？他留下来比较好。为什么？那我和红纱是姐妹，我留下来不如113啊。失忆人对失忆人，他们会有共同话题，聊得更多，会把心结给撩开。好吧。打他！打什么打？哎，你的吗？我可以打开看看吗？一样的哎，这是阿妈送的吧？你知道他是用来做什么的吗？这是助姻缘的，很灵的。要是你以后有了喜欢的姑娘，你可以把它戴在手上。一会儿前面休息一下吧。木代，你还记不记得在五竹村，你问过我一个问题？我问过你很多问题吧？好，你问我问题吧。你喜欢我吗？那个问题，我一直没回答。如果现在回答，还来得及吗？你说过，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时机，就是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木代，我喜欢你。但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想。那如果我说我已经往前走了，你会怎么办？我会追你，拼尽全力追你。还来得及吗？妈妈很灵的，对吧？我不想我们各走各路，也不想你牵别人的手。阿妈说，前路会更好。但是我想，前方如果没有你的话，怎么都不会好。没关系，
找吓唬谁呢？不服啊？哎，小胖胖，你待着，等着我了。把您给忘了，我抱着您啊。瞧吧，这跟欣姐是有点异常了，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推测可能是对的。还有一个野人，还有另一个琥珀。这根心结不是完整的。真是哎，他的反应这么异常，也没有给我们展示水影。那么说还有信件留在月亮山里。不过没事，大部分心结都在这儿了，残留的那一点，应该掀不起什么风浪。我和扎妈说过了，要是再有什么情况的话，立刻联系我，不能让剩下的心结再祸害其他人。你们对我这次的冷泉之行啊，怎么看？真的挺有价值的。博阳子、木姐、凤凰鸾和我们的遭遇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我明说了吧，不管是水还是血，对欣姐来说，你都只能暂时束缚住她。只有找到传说中的那几样东西，才能永远的把欣姐封印住。可这个要去哪儿找呢？那再一个，那心碱一共有几根啊？要是只有3根的话，咱这差不多就成了。什么脾气？肯定是问住了他。罗小刀，哎，来了。曹胖胖，我花钱是雇你干活的，你可倒好。罗小刀，花钱做生意就了不起，人走了8、9天，这租门店、装修都成了我一个人的事儿。知道了 ，I'm sorry。烧什么软？你和我伤点心好吗？你看看你什么态度呢？他说他还有重要的事要办。放屁！你扒了他给我忙的呀，我都没有时间照顾娉婷了，多亏了人家连小姐，要不然这事儿连小姐，凤凰楼斜对面的那个连烟店的老板娘啊。听说咱们要装修了，人家很热心，出了不少好主意呀。你和他怎么认识的呀？这不是刚跟你说了吗？邻居啊，一个邻居都比你上心呐。这个连小姐，以后不要联系了。为什么？那红烧，我就得回了啊。我这儿把你送到了，也算是任务完成了。刚曹胖跟我说，张叔等我回来就把我皮给我扒了呢。我真得走了，后面的事儿你自己能解决了。你真知道要做什么？后面还有什么事儿？首先呢，就你得给你爷爷准备一张好看点的遗照吧。这其次啊，丧葬大事，你得给你爷爷发送发送吧。什么挽联、花圈、小幅黑纱，你也得准备一下。还有墓地，你也得打电话联系一下，找个什么风水。等一下，你从头说一下。第一个是遗照，那我来。第二个是。多亏了我在哈。哼，这小老板娘还跟我抢，她这能顶什么事儿啊？袁外才，就这些事情，你怎么都这么了解？我怎么不熟悉啊？我10多岁就出来了，那个时候混口饭吃，什么庄孝子、帮哭丧什么事都干过。严老头，严老头，
袁老头，你们是谁啊？哟，总算今天有人了。爷爷呢？在里面。哎，袁老头，不是。哎，袁老头，袁老头，出来！有什么话跟我说也可以。爷爷呢？死了！你们严家他妈在玩我呢！我一再让你们延期，你们跟我玩死盾是吗？好，装死是吧？装死就可以不还钱了吗？让爷爷出来！什么叫装死啊？我爷爷有死亡证明的，你要看吗？我拿给你。还给我装！你幸亏信我，现在就废了你这胳膊！哎呦！我这史料不错吧？他教的，那严家人的功夫你是知道的。你们几个根本就不够看，到时候医疗费都不够你赔的。现在的确是要还钱，这天经地义。但是不能说你说有债就有债吧？借条呢？借条，来。兄弟，你这借条保真吗？啊，你还债也得讲个基本法吧？老赖跟我讲基本法，你看清楚。我叔叔一共欠你多少钱啊？小妹妹，你听好啊，押上这套房子还欠我120万。我不仅有这个借条，每次来我都还有录音。你爷爷可是亲口答应的，说一定会还我这个钱。怎么了？你们严家人说话都是放屁啊！兄弟，别骂人，消消气儿啊！我还你消。这个钱我来还你，但是你给我听好了，我们严家人从来都是说话算话。我说了还你钱，我就一定会还。但我现在没钱，可是我有手有脚，我可以挣。也许我还得慢，但是我一个子儿都不会少你，你听明白了吗？你现在没钱，你拿什么还？又慢慢还，跟我玩什么套路啊？啊！你要是不答应，那你打死我好了。兄弟，你也听见了，那人家不怕死。给你个方法，来，报警，让法官来判，叔叔欠的钱该不该让侄女还？你觉得呢？人家一小姑娘扛那大几百万的债，还给你还，可以了，啊？好啊，必须得还干净了啊！走。那个红山，你确定你没问题？可以啊。真的没问题？不就是，哎，你不是给我写了注意事项吗？我就按照这上面，一个一个来嘛。我知道我们严家现在就剩我一个人，所以我就更得活得漂亮。一无所有，没关系啊，我可以从零开始，从头再来。我努力，以后用我自己的实力，重新变回富婆。行，那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也就放心了。但是我得纠正你一个事情啊，就你不是一无所有。这儿出去，往南走，有一个酒吧叫聚散随缘，那儿有你的朋友们，
有他们一口饭吃，就有你一口肉。走了。来，让一下，让一下，好，放这儿。不是让你带娉婷出去走走吗？怎么在这儿啊？今天不是走水电吗？我不听着不放心呢。你看管子都不够啊。娉婷呢，我让连小姐看着呢，你放心。怎么又是她啊？这是谁呀？啊，对，连小姐，没事，我们在说水电的事儿呢。哎，连小姐，你认识啊？听郑伯说这2天装修你帮了不少忙，谢谢你啊。都是邻居嘛，客气什么呀？对了，郑伯啊，包间的墙纸，我朋友那儿到了一批新货，明天我们可以去看看样本。好，林小姐，借一幅手画。来，这位。娉婷，别在这儿待着了，你看这乱着呢。来，到这儿来，娉婷，来。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拉我进来说悄悄话。我就直接说了，连小姐，你有什么目的？目的？我怎么听不懂啊？帮忙照顾娉婷，帮忙指导装修，还不辞劳苦去看样，怎么，生意不错了？你不觉得你过分热心了吗？没办法，我这人呢，从小到大就是热心肠。怎么犯法了？有错吗？至于把我拉进来什么？郑伯，好，木袋呀，主任呢？哦，在里边呢。要是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明天还约了郑伯去看样品呢。娉婷，郑伯说你在房间里干坏事呢。我？他说你把人家漂亮小姑娘拉到房间里来，不让人进，你想干什么呀？老实交代，漂亮姑娘呢？在这儿呢。郑伯还说，人家连叔看个墙纸，你就不高兴了？他怎么惹你了？你怎么对他这么反感？我不知道怎么说，他总给我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而且他整天围着娉婷和郑伯转，我心里有点不踏实。那明天我去看墙样吧，我也是凤凰楼的股东，也该干活。回头呢，我就把他的工作全都交接到我这里来，这样就不用麻烦他了。你觉得呢？嗯。